好，欢迎来到 Evensim YouTube Channel。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屋子 by room 一个房间租出去呢？OK， 今天我是在讲的就是 in the context of Penang State， 就是说，因为我是来自槟城人，北海，so 今天我有很多顾客有时候会来问我说，因为我是否我这个 condo if let's say 我要租买房间的话，你觉得会有 demand 呢？OK，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 share 如何知道说今天我这个房地产是我要租买 room 的时候会有 demand 呢，而且我应该要 fully furnished 租出去呢，还是 partial 还是空的屋子租出去 ？OK，so 第一个when 你要租你的房地产出去的时候，不管你的房地产是 condo、high rise 或者landed property， 第一个你要先看到底地点在哪里，你的地点到底周围 within 5个 kilometer 是不是有工业区哦？好像 by Lebas FTZ 的话，就是它附近有很多工业区。你的附近会不会有很多 colleges？ 像 KL， 他们附近在Sunway KL 有很多 colleges， 所以会有 students 会租买房间的。OK，so after that， 第二点你要记得的就是 ，before 你要决定说你要租你的这个屋子 by room basis 哦。let's say 我们现在先讲 condo 啦，你要想今天在北海或者槟城呢。很多人都是驾车的，因为我们的这边都还没有 LRT， 没有 MRT， 所以很少 local 的人会搭巴士所以通常每个人都是驾摩托，比较多都是驾车。所以今天 if let's say 你是 condo， 你说我要租 by room basis 因为听说租 by room basis 我的多的人都会比较高。你要想一下，到底你今天你的 condo 有几个 car park？if let's say 你这 condo 有3个房间，但是你只有1个 car park。那你租一个房间 with 一个 car park， 那另外2个房间你就要 make sure 说 management 那边有的租 extra car park。if 有的话，你租 by room basis， 那个 tenant 才比较会跟你租。if let's say 你说我只是租你房间，那个 tenant 问你，那有 car park 吗？没有 car park有可能你要 park 外面。那这种来讲对那个 tenant 就不是很 attractive。为什么？因为今天 if let's say 你要租 by room basis if 你是 condo 的话，你的 target market 比较会吸引的就是女生，因为女生比较喜欢住在比较safe 的 environment，so condo 他们会比较喜欢住。So if let's say 今天有可能 due to budget problem，if let's say 还要租一整间，还要最少要有1800，他只是一个人，不需要整间屋子，所以1800还是 out of 他 budget。那今天你又来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你租 by room basis， 同一个地点的话 ，maybe 一个房间你租给他700或者800 plus 一个 car park， 他会觉得 OK 很方便。但是今天你租给他，但是没有 car park 的话，那你觉得他的 car 他要 park 在哪里呢？所以会比较 turn off 咯。所以你 make sure 说今天你是 condo 的话，你要租一定要 solve 那个 tenant的 car park 的 problem， 一定要 provide 他 with car park。OK， 所以今天你的 condo 有来是有3个 car park 就很好咯。你有3个 bedroom， 有3个 car park， 不用头痛。每一间的房间都有 come with car park， 比较容易租很多。OK， 第二点 ，if let's say 你今天你的不是high rise， 是 landed property。landed property 通常也不是 gated and guarded 的啦，通常你必须要租给男生哦。男生做工的也好，读书的也好，因为男生if 你叫他住landed 不是有 gated guarded，at least 他们也觉得比较 OK 咯。女生if 她不是本地人，你叫她说像外国来到这边来读书也好，来做工也好，if 你叫她住在一个 landed property 没有 gated 没有 guard 的，她会觉得not so safe 啦。所以通常 landed property 你的 target market if 你要租买房间，应该要 rent 给男生 target 男生。所以今天 if let's say 你已经 target 女生，你就全部的 room 就要租给女生咯，不可以说一个 room massive room 租给女生，3个 bedroom 可以租给男生，这样很杂你要拿到第2个单人、第3个单人会比较难。OK， 第3点就是你要 set 你的那个 rental rate 你要先 check 说今天在这一个 location high rise 也好 landed 也好，他们租一整间的 market rate 是多少 ？Let's say if condo 一整间3个 bedroom， 他们是租最少1800的话，那 OK 啊。If let's say 你租一个房间是600、700，
你3个房间都有2000多，超过那个1800的话，那可以咯，因为你要租买房间，其实你工作也是比较多的。那有些人，我的顾客就问我说，因为我应该租 fully furnished 或者 partial furnished 或者 basic unfurnished 比较好 by room 的话，from 我的 experience， 我觉得通常 tenant 他不是本地人呐，let's say 他是 from other state， 他来租的话，那他又有 budget 的 problem 的话，你最好他们要的就是你给他 partial furnish。partial furnish 的意思是说，你放进去应该有的东西就是aircon、heater、curtain、kitchen。因为通常 if 你租 by room basis 的话 ，kitchen 是公用的啦，三个 bedroom 的单人公用。因为 if 今天你是租给他 totally unfurnished 的哈，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哈，他们很难说要去找人家来装 aircon 啊，装 heater， 因为改次他搬走，他又不会带走那个东西，就他们会比较 reluctant 要租 totally 空的。但是今天你 basic 需要的 essential 的东西有在里面的话，其他去外面的那些家私店买像床啊、wardrobe 啊，都很方便的话，它会比较吸引他咯 ，OK 咯，不用紧咯，因为今天你租给我basic partial furnish 的话，那你的 renter 也可以比较 competitive 啦，不一定要租到很高，那个单人也是觉得 OK fit into 我的 budget， 我的床我可以买我自己喜欢的哦，而且他们都会跟你租比较长期的 ，compare to if 你给他 fully furnish， 为什么？因为 fully furnish 他住大概2年3年过后，有可能他会觉得说，有点旧了那个家私，那另外一间又有租也是 fully furnished 房间，价钱差不多一样，他们就会搬出去，因为容易搬嘛，他只是拿他的 luggage 他的衣服就可以搬。但是今天他跟你租的是 partial furnished， 很多东西像那些床啦、被单啊，还是那个 wardrobe 都是他自己本身的，他想说要搬出去，另外一间也是有给他这种 partial furnished 的，会比较难找到 matching 的咯，而且他还会觉得比较懒惰，我还要搬我的床啊，所以你的那个 rental， 你的那个 tenant turnover 会比较低的，他们通常 partial furnish from 我的 experience tenant 会住比较久，而且比较容易租出去的 ，OK，so 另外一点就是 after 你知道说他们个 rental rate for 3个房间是多少年，你就可以 price 你的by room per room 的比较低过那个 three bedroom 一整间的，人肯定会有那个房客一定会来跟你租咯，对吗？所以今天像我 share 的 ，if let's say 你觉得说，我的这个房地产是否应该租 by room basis 还是一整间的 basis 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咯，第一个要先看地点。地点周围是不是靠近工业区呀，或者有很多 college 大学呀。第二点就是要 check 看 existing 他们租一整间的 market rate 是不是多少钱啊，是不是很高啊 ？Then if 我租 by room basis 的话，那个差距是不是more than 50% 的话，比较 attractive， 他们就会那个 tenant 就会来跟我租咯。那第三点 ，if 你要比较容易租出去，比较吸引 tenant， 而且要给 tenant 住的比较久的tenant 的 turnover rate 比较低的话 ，OK， 你就租 partial furnish，OK， 不要租 unfurnished， 也不要租 fully furnished， 比较容易租出去，而且 tenant 也是会住的比较长久 ，OK，所以我今天我的 sharing 就是到这边。下一个影片我应该会 share 一个最近我一个 customer 蛮几个 customer 都在问我的，因为我要知道说我现在 existing 有很多 properties 我买这几年前，so 我都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要卖掉呢，还是要 hold 着呢，还是应该卖掉呢去买别的地方，所以我下一个影片就会跟大家 share 说。几时你会知道说你这个房地产应该要卖应该要 hold， 应该要 continue 再买 ，OK？So if let's say 你觉得今天我的 sharing 很好的话，请你 like 下面 share，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我下一个影片一做出来，你们就马上会被通知啦。OK， 今天的 sharing 就到这边，拜拜。